我想，就算我是男生，拍这么多那啥戏，你喜欢的人一定也会不开心的。魏无羡很认真地同他解释，可每字每句都让他口中的蓝影帝想叹气。他澄清过无数绯闻，却独独没有否认过这一传言，因为他本来就是真的。他向来不说假话，无论是为何目的，所以此时他自然也不会为了瞒着对方而撒谎，当即只是避重就轻地回答：若我在意，便不会接这部戏。那你接戏之前就知道和你合作的是我了。魏无羡心里奇怪，他自己都是开机过后才见着自己的搭档的，蓝忘机若是一开始便知晓，为何不先跟他联系？再怎么说，两个人曾经也是校友，也是互相有电话的，或者说，他实际在意的是，既然蓝忘机知道，那为什么还会接下这个项目？他不知道的是，蓝忘机看过剧本后，就向制片人推荐了他，并且是等到他这边签完合同后，蓝影帝本人才让经纪人去拿了合同。蓝忘机看他一阵，转过身道：我知道。那你为什么？蓝忘机知道他大概在意的是什么，便打断了他的追问：我对你本人没有什么意见，为何不能接？这下换魏无羡说不出话了，看着人推开化妆间的门离开后，他还是觉得诧异，方才堵在嗓子眼的话才全部说了出口。你以前不是很讨厌我的吗？现在说对他没意见，说实话，魏无羡是不太相信的。今天他的任务比较轻松，基本是拍完那条艰难的吻戏后就可以回酒店了。可他在演戏这方面一直都抱有精益求精的态度，况且这次和大影帝合作，他不可能不去观摩一番的。另一方面，他觉得自己还是应该与其打好关系，以后打交道的机会还多着呢。哪怕这次会再次碰壁，反正他脸皮厚，他认命的想。以前跟蓝湛套近乎那么多次，没有哪一次不是被冷面相待的。要是这回蓝忘机还是那般，杀青后各归各路也没什么不好。魏无羡回到片场时，下一场戏已经在拍摄了。为了保持情感上的连贯性，蓝忘机这场个人戏份便是在那场吻戏之前。在这场戏里，魏无羡人在浴室，并不用出镜，蓝忘机则是需要坐在沙发上，表现出人物的心理活动，并且有一段独白。他站在不远处，看着蓝忘机在沙发上不安地坐了会，再站起身来，似乎欲开口喊浴室的人，最后还是未出声，又颓然地坐回了沙发上。好，现在无限快要出来了。导演在麦里提示剧情进展，镜头里的人也随之做出反应，从方才的坐立不安、心绪不宁立刻转换成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，仿佛他真的对来人毫不在意。蓝湛果真是厉害，怪不得年纪轻轻就这么火了。魏无羡心里暗暗夸道。他离摄像机近许多，导演一喊卡，他就走过去看回放。无羡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导演也守在监视器前，镜头放完一遍，他便自豪地问旁边的魏无羡。后者连连点头，很好啊，蓝影帝不愧是蓝影帝。导演拍了拍他的肩，笑道：哈哈，你也很不错的，不过还是要向忘机学习，他的戏几乎都不需要人担心。魏无羡刚想回话，蓝忘机在他身边突然出声道：魏婴，今天的戏结束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我们？魏无羡奇道：蓝湛不应该住在剧组酒店的呀，他不是有专人司机接送吗？哦，对了，无羡，我差点忘记了，你今天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搬到酒店顶楼去。导演一拍脑袋，好像才想起来这件事，房卡在忘机那，等会让他给你一张。那间房是2套间的，你们可以好好联络一下感情，方便后续的拍摄。联络感情也没必要住在一起吧？魏无羡大惊，虽说他知这部戏很特殊，很多戏份也是需要2人的默契的，可是不是，导演，我们为什么要住一起呀？之前也没人告诉我。导演见他不太情愿，也略有不快道：如果你保证今天这样的情况不会再发生，你可以继续一个人住。那好吧。魏无羡可还不敢夸下海口做什么保证，只能依着导演的安排了。这个决定本是一开始就定下了，只是导演忘记告诉不知情的那人。在听说2位主演曾是校友后，导演也一度认为此举可有可无。可今天这场吻戏一拍下来，他便觉得这事还是有几分必要的。毕竟这俩人似乎并不像他想象中那么熟络，有可能还会影响到拍摄进度。
这个理由确实好到让魏无羡无法拒绝。反正大家是为了更好的完成拍摄，住一起就住一起吧。不知不觉间，两人就一前一后走回了酒店。蓝忘机似乎是知道他的房间位置，在魏无羡神游着站到自己的单人房门口时，还能走上前将新房卡递给他。谢谢啊。门口那人有些局促的接过，就立即按下了房间的门把手。蓝忘机站在门外问他，需要帮忙吗？不用了，我东西不多的。你先回去吧。魏无羡在门后探出头来，非常诚恳地拒绝了他的好意。门外的人也不再坚持，淡淡嗯了声后就转身去了电梯口。不过蓝忘机也回了房间，也没有干等着，而是将空出来的那间房又仔仔细细收拾了一遍，把床铺铺整齐，再将的拖了一下，打理好四处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房外的刷卡声也应声响起。蓝影帝。魏无羡一进门就开始喊他，很快便得到了应答。他循声走过去，发现自己的房间已经被打整得纤尘不染。他对着那人礼貌地笑笑，便开始摆放自己的物品。魏无羡还以为他只是进房主之谊，毕竟这间房是人家先住进来的。蓝忘机没再多说什么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房间。魏无羡好不容易把自己刚收好的东西全部拿出来，已是累得瘫倒在床上。看了看手表，已是6点过。可他实在是有些累，正想着先睡一觉，晚点再去吃饭时，敲门声就响起了。若是平常在家里，他一定不会去开门。可此情此景出现在门外的只能是蓝忘机，他一是不好不给大影帝开门，二是他还没忘几个小时前才下决心要和人打好关系呢。于是只能强睁开已经闭上的双眼，下床去给人开门。见到他这副昏昏欲睡的模样，蓝忘机轻轻皱眉，问道：“很困吗？”“是啊，刚刚正想睡觉呢。”魏无羡一句话里打好几个哈欠，话说完还不忘问来人有何事。“蓝影帝，你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啊？”蓝忘机刚想说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先睡会吧。可是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，话到嘴边还是变了。他看了看腕表，说道：“这个时间该吃晚饭了，跟我出去吧。”啊！魏无羡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，这人是要请他吃饭。不知怎地，他拒绝的话语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等会点外卖就好了。”面前那人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以后工作量会很大，有很多吃外卖的机会。”听到他这样说，魏无羡便仔细琢磨起来。今天是两人第一次对手戏，导演只是为了让他们彼此熟悉，也就并未安排多少工作。可以后工作量大起来，说不定会忙到连夜宵都吃不上。想到这儿，他才稍微清醒了些，忙道：“那好吧，你等等我，我去换个衣服。”蓝忘机便依言在门外等他。方才他早已经选好饭店，离酒店不远，步行就能到，也不用司机开车接送。魏无羡裹好外套打开门，瞧见他在外面等，颇有些不好意思地道：“那就麻烦蓝影帝了，我们走吧。”